他是明朝最为懂礼的人，无论是高高在上的皇帝，还是比他高极品的朝廷大员，他都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让他们臣服在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。他就是明朝著名清官海瑞。海瑞字汝贤，号刚峰，外号海笔架。为官刚正不阿，以理据争，哪怕是官员贪了一丝丝钱，他都要把人堆得无地自容。他也不是胡搅蛮缠、蛮横无理，理出了各个方面的问题，也是层次分明，让人一眼都能看明白。公元1549年，嘉靖28年，海瑞参加乡试，以一篇治理策提出自己对海南局势的见解。这一年，海瑞得中举人。公元1550年，嘉靖29年，海瑞上京参加会试。海瑞向朝廷提出平离策，向朝廷提出他治理海南的对策，但并没有引起朝廷重视，海瑞也因此落榜。这很正常，这个时候的朝廷正忙着给嘉靖帝建道观呢。公元1554年，嘉靖33年，已经会试失败2次的海瑞决定放弃科举考试。同年3月，广东布政使司派海瑞到福建南平县当教谕。教谕就是古代正式的公务员教师，海笔架这个外号就是海瑞在当教谕的时候留下的。在海瑞当教谕的时候，朝廷的御史到学校视察，左右两边的教谕都跪下行礼，唯独海瑞不跪。这中间高两边低，就和笔架一样，海瑞不跪也是有他的道理的。海瑞说，御史大人到所在衙门的话，应当行属下的礼仪，但这里是学堂，是老师教育学生的地方，不应该屈身行礼。看看什么叫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都是文明人，这御史也就只能笑笑过去了。公元1558年，嘉靖37年，海瑞被任命为浙江淳安知县。这个时候的朝廷严党当政，严嵩、严世蕃父子想着如何讨好嘉靖皇帝。朝廷国库亏空，而国家虽然不到千疮百孔，但也差不多了。北方有羌敌犯边，南方又有倭寇侵扰，为官的只想着如何讨好皇帝，全然不管百姓死活。有钱的富豪和当官的狼狈为奸，受苦的就是平民百姓。海瑞来到淳安这里，了解到富豪纯300-400亩之产，而户无分离之税，贫户者无一粒之收，须出100-10亩税差的事儿。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富豪们有几百亩的土地，但给朝廷的税收很少，而平民百姓的土地收获很少，但欠朝廷的税收比他们的土地的收成要多几倍。海瑞见到如此情况，决定重新清账土地，规定赋税，减轻淳安百姓的负担。公元1560年，嘉靖39年，严嵩的党羽严茂清出巡两浙两淮的盐政，一路贪污受贿，但到了海瑞这里就吃了瘪。据史书记载，严茂清过淳安时，海瑞提供的酒饭十分简陋，还宣言县衙狭小，不能容纳众多的车马，严茂清的众多随从就只能在其他地方住宿，不能趁机捞海瑞一笔。严茂清虽然很气愤，但他对海瑞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，也只能笑笑走了。之后海瑞给朝廷写的奏书里写的是，嘴里说着节省，不给周围官员百姓添麻烦，而实际上却是奢靡不绝，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。自己平淡惯了，对严茂清大人无所适从才这样的。之后严茂清也不再从淳安过路，甚至连淳安上属延州府的其他地方也是绕着走。但严茂清吃了这么大个鳖，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严茂清嘱咐巡盐御史袁纯治海瑞和慈溪县霍玉霞的罪。霍玉霞是礼部尚书的儿子，也是不愿意谄媚严茂清的人。虽然说要给海瑞2个人治罪，但2人在为官期间没有一丝问题，治罪也是一件麻烦事，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。但海瑞因为这件事失去了晋升加薪通判的机会。公元1564年，嘉靖43年，被选拔为户部云南司主事。就是在担任户部主事时，海瑞向嘉靖帝呈上了治安书。公元1566年，嘉靖45年，海瑞提前买好了棺材，还将自己的母亲妻女托付给朋友回海南老家，之后向嘉靖帝呈上了治安书。嘉靖帝读完治安书后十分气愤，吩咐侍从将海瑞抓起来。
问清楚是谁让他这么干的，后面指使的人是谁。去抓捕海瑞的人回来禀报说，海瑞并没有逃跑，而是买好了棺材等着，还把家人都遣送回老家了。嘉靖帝听后只是默默无言，反复地看着海瑞的治安书，再想想自己年轻时的事情。那时的嘉靖帝还没有沉迷修道，国家也在他的治理下有了一段时间的中兴局面。但在他沉迷修道后，在他眼里，国家百姓都不过是他的工具。几十年不上朝，让严嵩父子把控朝政，自己在背后把握国家。海瑞不光是说如何正君道，他还要明臣职。虽说严嵩父子之前已经垮台了，其他的官员表面上看着是清官，但所作所为也不比严嵩父子好多少，要不就占着茅坑不拉屎，要不就是继续欺压百姓。这些都是因为嘉靖帝自己造成的。就连严嵩当年都是想当一个好官，但嘉靖帝不愿意啊，想升官就只能照着皇帝的意思来办事儿，而且嘉靖帝需要一个来给自己背黑锅的，严嵩一党就成了最好的背锅侠。后来嘉靖帝也看明白了，自己也意识到了，海瑞后边没有指示，海瑞也的确是个刚正不阿的人。他自己都说他想做比干，可惜我不是纣王，但他还不准备放了海瑞，他还想给自己留个不杀贤良的名声，但他的时间已经没多少了。嘉靖45年12月14日，明世宗嘉靖帝皇帝驾崩，监牢里的主事也是个明白人，知道嘉靖帝没有杀海瑞，就是要把海瑞留给后继者，于是主事就备了些酒菜款待海瑞。海瑞以为是自己大限到了，也不管那么多，就放肆地吃了起来。主事对海瑞说，皇上已经驾崩了，先生你马上就要出狱，得到重用了。海瑞问，确实吗？之后海瑞悲痛大哭，因为他明白嘉靖帝没杀他，就是明白了他的心思。嘉靖帝去世第二天，誉王朱载后继位，是为隆庆皇帝。隆庆帝赦免了海瑞等一众谏言的臣子。海瑞不光官复原职，还升了官。之后海瑞也有政绩，但因为他刚正不阿，谁都敢对的性格，被其他官员排挤，职位也是高高低低不断。但无论是隆庆皇帝还是万历皇帝，都明白海瑞对朝廷的忠心。公元1587年，万历15年10月14日，海瑞病逝。虽然海瑞没儿子为他哭丧，但听闻他去世消息的百姓，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，可见海瑞海青天在百姓心中的分量。海瑞的一生就如他的号一样刚锋，刚正直强，不畏艰险。无论是在淳安当知县时，还是后来在京为官，再或者是出狱后，只要是犯了大明律法的，都是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无论是他的顶头上司，还是他的皇上，他也不光是说别人，对自己同样要求严格，对百姓也是关爱有加，不然也不会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是借的，百姓也不会自发的祭奠哭拜。那么大家对海瑞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